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稍微调高1度。嘿，小美，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趣事？快讲。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情况？比如点餐时，你说稍微调高1度，然后呢？然后咖啡师给我加了糖。加糖？哈哈，这太好笑了。我明明是想要热一点点。哦，你用了调高1度啊？对啊，想着是温度吗？但度有很多意思呢。是的，我当时就懵了。他们可能以为是甜度吧？可能吧，真的很意外呢。这个词真的很有趣。很多时候让人摸不着头脑。比如空调调高1度，那就是升高温度了。电视音量调高1度，音量变大了，这个懂。但像你咖啡的甜度，或是菜品的味道，这1度就没那么明确了。是啊，到底是多少呢？可能是再好一点点，或者再多一点点。这个稍微也很关键。没错，强调了微小变化。但1度到底指什么？真是看语境和心情。别人让你气氛调高1度，那是要更热闹一点了。我有朋友去吃火锅，他怎么了？调高什么了？他说辣度调高1度，结果呢？辣的受不了。服务员直接给他加了好多辣。哈哈，这下惨了点。可能是误会了1度吧。或者是服务员理解不同。所以中文真奇妙啊。一个小词能有大含义。我们说稍微的时候，总是希望别人能懂。但这个1度真的像个小小的文化密码。对，需要心领神会。要多观察和体验才行，才能真正理解其中妙处。哈哈，下次我直接说热。这才保险，哈哈哈。是啊，避免加糖事件。哈哈，没错，直白点好。这种细微之处真考人。我想起一个朋友的经历。哦，快给我们仔细说说看。他请客，让客人随便点。这种说法非常常见啊。结果客人真的随便点满桌。哇，那可真是大误会了。他其实是想客气一下，以为对方会懂客气。这就是文化里的谦虚。是啊，有时藏着真实意图。外国朋友很难理解，他们会觉得不够直接，觉得直来直去更真诚。但中文的沟通语境完全不同。我们有时更重体面，或者说要给对方面子。很多话是说给别人听的。话里有话，在我们这是常态。你觉得还行这个词呢？哦，还行啊，有意思。别人说还行，你是真信吗？我会思考，是真还行吗？还是仅仅只是出于礼貌呢？
哈哈，大部分情况是后者。对，他不是真的不行，也不是真的非常好。就是一种比较中庸的表达，体现了中国人的处世哲学。不想直接拒绝，时常用到。或者是不想把话说太满。这种表达方式很巧妙，需要听话的人去体会。我有个同事就吃过亏。具体是怎么回事？快说说。他邀请别人，问有空吗？对方是不是客气说尽量安排？他以为对方一定会来，结果等了很久，对方没来，对吧？对，那个尽量就是婉拒。婉拒的艺术真的太深奥，学会分辨这些暗示很重要，不然会错失很多信息。尤其是在商务场合。那就更需要精准把握了。是啊，不只是文字表面，还要读懂背后的潜台词。下次我们可以聊聊谦词。哈哈，那可又是大学问了。是啊，谦词里藏着许多学问。比如最常见的不才二字。对，谦虚地说自己没能力。但其实可能身怀绝技呢。哈哈，这叫韬光养晦吧？没错，是传统美德的体现。所以要学会听话外之音。有时太直接反而会失礼。对，我有个朋友就犯过错。哦，快说说他怎么了？他夸人厉害，对方谦虚，朋友却说别谦虚了。哎呀，这下可尴尬了。对方脸都红了，很不舒服。理解谦词真的特别重要啊。谦词不是真的否定自己，而是表达对别人的尊重。还有献丑这个词啊，表演前常用它做开场。意思是请大家多指教。遇到这，我们该怎么回呢？最好的回答是哪里哪里。或者过奖了，非常精彩。要把对方的话调高一度，给他台阶，也肯定他付出。对，尊重他的谦逊姿态。话说回来，你们觉得在什么场合下谦词用的最巧妙呢？我觉得是初次见面的时候。哦，怎么个巧妙法？比如介绍自己时用小姓。哎呀，这个确实很高明。是的，听起来很古雅。我上次就听到有人这么说。它能瞬间拉近距离感。这样看来，谦词里还藏着维护面子的智慧呢。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精髓。懂了这些，沟通更顺畅，不会再有误会发生了。不过，遇到别人夸你的时候，是啊，也不能一味谦虚。太过否定自己也会奇怪。那该如何拿捏分寸呢？这就需要稍微调高一度。适度肯定，但保持谦逊。对，这种平衡感很难。我觉得这和关系很像。说到关系就更复杂了。那我们下次再好好聊聊吧。接上你的话，关系学问可深了。是啊，人情世故处处有学问。
我有次遇到个情况特别难。发生什么了？快给我说说看。领导夸我报告写得特别好。那肯定要稍微调高1度啊。但同事也在场，我就犹豫了。哇，这真是个微妙的场合。直接肯定自己，怕人觉得骄傲。谦虚过头，又像不自信一样。对，领导可能觉得我不领情。所以这个度要看对象。比如对亲近的朋友就随意些，就可以直接说谢谢夸奖。但对长辈或上级就得含蓄。没错，这体现了敬语的智慧。你看，中文里表达谢谢都有好多种说法，对不对？哪里带着点自谦。比谢谢更婉转一些呢。你们觉得这种婉转的表达在什么情境下用最合适呢？我大学时有个同学挺逗的。怎么个逗法？快说说看。听起来很得体啊，没错。但他表情僵硬，像背台词。哦，那就不太自然了，是吗？对，显得语言和表情不搭。语言背后还要有真情实感。稍微调高1度不是演戏，而是自然的交流，很讲究的。我还记得有次我朋友请客。吃饭也是个大学问。他很谦虚说家常便饭，别嫌弃。这是主人家的礼貌措辞。但菜色特别丰盛，味道也好。那你肯定不能说确实很普通。当然不能，要赞不绝口才行。适度的夸赞就是调高1度，让对方觉得自己的用心被看到了。对，这是一种情商高的表现。所以这个度真的很考验人。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而已。它反映了一个人的心意和修养。哎，说到心意，我突然想到，又有什么新发现了？在面对批评的时候，怎么调高？哇，这可就更复杂了。是啊，承认错误需要勇气，但又不能完全否定自己。这个问题我们下次再深入聊。哦，对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哦，对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批评时调高，那更难。是啊，容易让人觉得虚伪。没错，真诚是前提才行。但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。比如，朋友心情不好时，对，仅仅听不够的，还要加上一点点共情呢。就像你上次安慰小李那样。哈哈，他当时都快哭了。你说没关系，都会好。我还给他倒了杯热茶呢。那就是行动上的调高。对，关心不只是嘴巴说。还有那个上次聚会，记得小王说他的计划，大家都提意见，他有点垮。你就说想法很好，再想。是啊，不能完全打击信心。这也是一种高情商表现。哎，说到这里，你觉得什么情况最需要调高呢？这可真是个好问题啊。是不是很多时候容易忘？我觉得啊，
中国人很讲究。讲究什么？委婉含蓄吗？讲究礼尚往来这4个字。哦，这和调高一度有啥？你收到礼物，不能只说谢，还要夸赞对方的品味好。对，这是一种回馈和尊重。比如送孩子长辈的红包，收到后通常会说破费了，或者您太客气了这样说。这都是调高的细节，体现了人际交往的艺术。确实是，这比直接拒绝好。避免了尴尬，也增进了情谊。我想起一个搞笑的事情。快说，是不是又出糗了？我第一次去朋友家做客时，然后呢？说错了什么吗？朋友夸我衣服好看，我直接你直接说地摊货了。差不多，我说谢谢，很便宜。哈哈，那朋友的表情一定……当时觉得没啥，后来才懂。你没调高，还拉低了。是啊，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可以聊聊如何应对过度。过度？你说过犹不及吗？对，过度的赞美也会让人觉得不真实，反而有压力。这真的是双刃剑问题。这个问题，我们下次再研究。下次好好聊聊这个度。对，找到那个舒服的平衡。不多不少，刚刚好最好。这也是沟通的艺术啊。不只是赞美，很多地方。比如表达关心的时候，太过了，可能变负担。太少了，又显得冷漠。真是个微妙的学问啊。是啊，特别是中国人。讲究含蓄，不能太直接。那个度就更难把握。所以稍微调高一度。更多的是指心意和温度。对，那种真诚的表达。而不是表面的夸张。真是很深刻的体会。我以前常常搞错方向。比如上次衣服的事。以为坦诚就是最好的。结果反而拉低了。哈哈，现在想想起来。是不是觉得有点好笑？有点，也挺有意思的。每次犯错都是学习。对啊，下次就知道了。懂得如何调高一度，又不会显得很虚假。那才是真正的智慧。学会看场合，看对象。沟通真的不容易啊。但也真的很有趣，是吧？让人不断思考和进步。今天的分享真的很多。尤其那个地摊货例子。希望大家听了能有所得。至少不犯我那种错。哈哈，别自嘲了啦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好的，我们来总结一下吧。今天我们聊了沟通中的度，找到真诚与礼貌的平衡点。这真是一门需要用心体会的学问。希望今天的讨论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。那么，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因为度而遇到的趣事呢？你们会怎么调高一度来表达心意呢？
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和故事。告诉我们你最想和我们聊些什么？下次我们聊聊那些没说出口的文化信号，比如眼神、表情或者一些小动作哦。感谢大家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，不见不散。